现在介绍的是如何清洁我们的内视镜。当内视镜做完之后，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初步的清洁。初步的清洁必须借由我们的内视镜的主机来做。那首要呢，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杀菌的管路以及水汽的管路有没有先衔接好。确认好之后呢，打开我们的内视镜主机，以及旁边它这边有一个 pump 键，你把它打开，并且把这个杀菌机也给它打开。当拿内视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从尾巴这个地方先拿，然后再拿我们的操作布。那等一下我们清洁会用到蓝色按钮以及红色按钮。蓝色按钮代表的是水以及空气的管路，红色按钮代表的是杀菌工作通道的管路。那我们首先清洁水汽的管路。水汽的管路呢，我们必须先准备适量的干净的水，然后打空气5秒，轻轻盖住就是打空气5秒。蓝色按钮整个压下去就是打水，一样打5秒，然后打空气5秒，打水5秒，这个来回操作3到5次左右，确保水汽的管路是畅通的。再来是我们的红色按钮，红色按钮就是我们的杀菌工作通道的管路。红色按钮整个压下去之后呢，这刚刚盛的这碗干净的水就会清洁我们的工作通道，它会延伸到我们的杀菌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会从这里流。一直按压，直到它的水为清澈透明的为止。那我这边会建议尽可能把我们这些刚刚盛装的这些干净的水，整个把它吸完。那吸完之后呢，这就是我们初步的一个管路清洁。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做进阶的泡酵素的动作。那我们做完初步的清洁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内视镜拔下来洗。拔下来洗的时候，我们先把我们的内视镜挂好，然后尾端部分要小心的保护好，慢慢的垂下来。然后拔之前，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主机电源关起来，好，杀菌机把它关起来，然后这边所有的管路都把它拔掉。然后水气瓶的拔的时候必须先抬高，然后再往回插，不然它会有虹吸现象，会一直滴水下来。那再来是讯号的部分，最后是我们的软镜，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一样会从最尾巴先开始拿，然后再拿操作布。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拿去做清洁泡酵素的动作。然后我们要做清洁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做气密测试，才可以下水做清洗。那气密测试呢，我们需要2样东西，第一样是防水帽，第二样是测漏器。步骤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防水帽含着卡水，然后转进去，接着再把我们的测漏器一样是有卡榫的地方把它往下压，好，再旋转进去。然后我们测漏器把它按压到 TEST 的地方，然后等待半分钟到1分钟左右。如果指针没有往下掉，它代表这个软镜是气密的，可以做下水的清洗。那有时候我们这边没有关紧的话，它也会漏气，所以我们必须把旁边这个旋钮关紧。
们静待1分钟之后呢，如果指针没有往下掉，代表是清理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整只内视镜都可以拿去做清洗。那清洗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头拆下来，只保留这个防水帽。还有这样东西，我们现在放在清洗之前，我们现在要准备有差不多这么大的60ml 的针筒，然后清洁刷，我们会有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们要拿的是大的清洁刷，以及一组全管路灌流器，跟3个防水帽。这边我们会准备一个干净的自来水做浸泡，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内视镜整个泡在我们的酵素水里面。刚好淹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准备一个 3M 的酵素清洁液，它的稀释的量差不多挤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操作部的刚刚的2个按钮，蓝色以及杀菌的红色按钮，把它拿起来，一样把它泡进去。好，接着我们拿的我们的全管路灌流器，长的是对准蓝色按钮的洞，短的是对准红色按钮的洞。塞进去之前，要先把黑色的卡榫往下压，然后对准之后，它就会卡紧。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针头抽取稀释的酵素清洁液，然后从这个单向阀灌流进去，让整个管路都会充满我们的酵素清洁液。但它这样会有个问题，就是因为灌的同时，水会往最近的出口跑，那尾端的部分可能就会出水量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刚刚这3个密封帽把它盖回去，分别大的是盖在水气瓶的洞，中的是盖在杀菌的洞，小的则是盖在air 的出口。然后盖住之后，我们再吸一次稀释的酵素清洁液。这边也要把它盖住。当我们全部4个盖子都盖住之后，我们再打，它的水就会从最尾端出来，这样我们就已经确定我们所有的整条内视镜管路都已经充满了酵素清洁液。这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清洁刷，把这个刚刚盖在工作通道的盖子打开，把刷子从这里伸进去，那刷子就会从这里工作通道的尾端出来。那观察它，如果是干净脏的话，就在水里面把它搓干净之后，再往回拉。如果它刷子已经是呈现干净的状态，那我们就不用再刷了，就 OK 了。然后它这边有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在清洁的同时，
不要在内管里面来回摆来回抽，但有可能会把带着脏污的刷子再伤害里面的内管，所以我们必须动作就是拉出来看有没有脏，有脏拉出来清洁一次，再塞回去，不要在里面来回操作。好，那我们刚刚用刷子刷完软净的内管之后，外管我们就拿一块纱布，轻轻的在刚刚有插入的地方做擦拭。那好了之后，我们就浸泡5分钟。那我们泡完5分钟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酵素清洁液倒掉，换上清水。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软净拿起来，然后把我们刚刚泡的酵素清洁液拿去倒掉。那我们换上一个干净的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软净拿下去做清洗。那清洗的顺序一样是拿我们的针筒抽干净的水，然后从这里打下去，然后这个动作要重复多次一点，越多次越好。因为我们刚刚在做酵素清洁的时候，只要有让酵素灌到整个管路，确定就可以了。但是清洁的话，我们不要让酵素有残留，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多冲洗几次，确保酵素没有残留在内管里面。然后外管的部分一样，再拿纱布轻轻的擦拭。那最后我们再把我们刚刚罩住的盖子全部把它拔起来。然后一样抽干净的水，然后再做冲洗。那水的流动，它就会往比较近的方向走。那我们就确保每一个出口，它都有被清水冲洗到。这个次数一样是来回多次一点。那我们刚刚已经用清水把内外管都彻底的清洁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吊干了。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盖子全部把它拔起来。然后这边的纽扣一样是按下去，按住黑色之后往上拔。然后拿的时候呢，一样我们先找到最尾端，然后等一下这只就要把它吊回去我们的架子上。吊回去的时候呢，两个一起把它自然吹下去，然后水就会跑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拿干净的
干纱布，把我们的内视镜外观给它擦干净，把它擦干。那我们把内视镜擦干净之后呢，刚刚我们这边的防水帽，我们就把它旋开，然后周围的水一样就把它擦干净，不要让水不能碰到里面的讯号布。那我们这时候把它旋开是要解放里面的压力，不要让里面的内管充满压力，会伤害内管。那一样就把它放回去。那刚刚的一些它的零配件，我们就放在旁边，一样把它阴干，这样就可以了。